大人，你也请出来吧。二位大人，苗某时至今日，本不该有所求，可大限来临，死到临头，苗某还有一句话想要请教。苗大人，有话就尽管说。好，痛快！你们看，这块上马石，它是块好石头啊，还是块孬石头？这上马石当然是好石头。李大人，您看呢？是块好石头。哦，是块好石头。在我苗某人的眼里，过去他曾经是块好石头，可今天他已不是块好石头了。此话怎说？我苗某人踩着这块上马石，上马下马几十年了，是他抖擞了我苗某做官的威风，是他炫耀了我做官的荣耀。可今天，我苗某已经无官可做，没马可骑了，他还仍然蹲在这个门旁，却不肯为苗某在登上这囚车的时候再拖上一只脚。他不是个玩意儿。我苗某人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，要怪就得怪这块石头，是他害了我啊！要不是他让我每天踩着他上马下马，我苗某能有今日之灾吗？绝对不会。苗某乃一介贫寒的书生，本不该入仕为官的，可这上马石让我尝够了这当官的甜头，使我当官当的不知道如何自己个儿上马，也不知道如何自己个儿下马。苗某我这个官呢，是这个石头在当着的，所以我说它不是一块好石头。天下要是没有这块上马石，那天下的百官该都会知道怎么做好官了。是这块石头害了当官的呀！今天我苗某人就为天下百官来报答这块石头吧。疯了！不，
和没有疯。他这是在上马石前说了实话。我和你未必有他这般勇气。哪儿不好死，偏偏撞在上马石上。潘大人，听说苗宗书还是您的姻亲，他的丧事就是您替他办的。虽说苗宗书罪大恶极，人死为大呀，咱们活着的不能亏了死人。我给他置办的那口棺材呀，比刘统勋带在身边的那棺材要厚上1寸。潘大人，苗大人空出的缺，真的是让米汝成给顶替了吗？顶替了好啊，啊！这个灯笼当枕头，就怕托不起这个脑袋。真不知这姓李的背地里玩了哪些手脚，才得了2分的红利。这还不好说，孟良打交赞，害的是自家人啊。年轻的乾隆终于明白，此时燃烧在他面前的这株五果树是大赤之树，是栽树，是焚之一炬而不能尽去不祥的5度之树。然而，这把烫人的火却难以烤干乾隆脸上滚动的泪珠。据永定门护军8总通报，仅在10天之内，赶往京城奏报灾情的各省驿站马匹，在永定门城门口就累死了6匹。朕问的是死了多少人？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浙江5省，统计至前日，光官府收葬的路边恶尸，就已有多少35000余具。各省州县官仓的粮食，看来真是到了该用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老臣以为，眼下还不到打开官仓、放赈的时候。为什么？皇上，从各省的灾情看，还都尚在起始阶段，更大的灾情，怕是还在后头。说下去。户部通查了历年旱灾的记载，凡初夏入灾的年份，灾情往往要拖至秋后。秋后，眼下离秋后还有3个月。万一这3个月里
滴水不降，河流干涸，田禾绝收还是小事，断粮缺水的百姓，怕是挺不过去，就会像什么？臣不敢说，说，怕是会像割草一样，成片的倒下去。虑及于此，臣以为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各省各县的官仓，万万不可开启。恒琛，京城周围的灾情如何？路边已有恶弊之时。粥厂开了吗？开了6个大棚子。办得好。告诉米汝城，京郊这6个棚子的赈米，由京通2仓供给，1日也不能断。不过，京通2仓正在查仓，一旦用仓内的粮食放赈，查仓就更难了。查清一座，放赈一座，这也会乱套吗？皇上圣明，查完一座放一座，两头都不误事。眼下，朕最挂牵的是那些粥厂有没有实心放赈。皇上不必担心，臣让刑部派人到各棚子去查一下。好，此事要快。好的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大人，您请用茶。我问你，你这放赈用的是官米还是米米？回大人话，用的是民仓的存米。民仓放赈还够几日啊？不多了，看来也就有5、6天了。大人，咱们都盼着开仓放赈，这要是官库不开门，这灾民还得都饿死啊！你这个庄叫什么名？叫南王庄。南王庄。记住张明，开官仓的谕旨一到，先给这个庄放粮。哎，多谢大人了。放赈的规矩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锅里的米粥插筷不倒。那要是倒了呢？按大清律，筷子浮起，人头落地。好，这个粥熬得厚实。谢大人，我刘统勋在此谢你了。你不敢。前党百姓除了大害，是青天大老爷呀！青天大老爷！你多大了？10岁了。你叫什么？肉肉。孩子，
跟伯伯说，吃饱过吗？吃过。我亲爹亲娘把饭省下来给我吃，我就吃饱了。那你亲爹亲娘吃什么呢？我亲爹亲娘他们说吃早就不饿了。天下父母官呐！你们可曾听到这个赵昭禄的孩子是怎么说的吗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呀！送上来！我卢卓乃是浙江巡抚，朝廷的封疆大臣，百姓的父母官。我未能洞察百姓的疾苦，未能挽救百姓之水火，我深知有罪。带上！陆大人，陆大人，陆大人，秦藤县的父老百姓，我卢卓夫家请罪了。陆大人。大老爷呀，你起来吧，陆大人！孩子，起来吧，孩子，起来吧。要跪的不是你，是我这个父母官呐，是我卢卓。我卢卓，对不起浙江的百姓，对不起孩子们呐！你少爷，南街都在哭，只有你一个人在笑。我再谢一个人。谢谁啊？卢大人啊！为什么要谢卢大人？你没看出卢大人在教我怎么做官吗？朕说的钱塘县里3件十恶不赦的收粮器具，此刻就搁在朕的脚下，搁在乾清宫的殿门之外，搁在你们这些在京4品以上的官员的面前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朕给这3件器具都蒙上了一块黑布。朕这么做，是因为朕不敢看他，大清国的列祖列宗也不敢看他，头顶上的大好日头更不敢看他。
是不看行吗？朕可以不看，你们这些文武百官们也可以不看。可是天下的百姓们，却是都已经看见了，而且看清了，在这几件器具上刻着一个大大的字，这个字就是“官”字。朕听说，这3届罪大恶极的官旗押解进京的时候，钱塘县的百姓都向他扔了石头。这官壶是木头做的，他不知道积石之痛，可是，在朕的身上却是痛着了，而且痛得苦不堪言呐。朕看见，在这官壶里，足足积了半壶的石头。朕现在要让你们办一件事，你们都站起来。列队到这壶前来看一看，然后每人拿上一块石头回去，回到各自的府上，将这块石头放进你们的官帽瓶里。每天早晨，你们从瓶口上取官帽戴的时候，也顺便看一眼这块石头，想一想，这石头可以扔向2米的官壶，难道就不会扔向割官帽的官帽瓶吗？皇上教诲，臣等永志不忘。开始吧。你们真的明白朕的意思了？不会这么容易吧？你们若是真的明白朕的意思了，就替朕想出一个如何纠改这收粮官契的好法子来。因为粮还是要收的，官员的俸粮，官兵的军粮，京师的民粮，还有年年必不可少的赈恤粮和平跳粮，皇上抽查了10几个府县的称呼，发现都有类似的像钱塘县的这种恶弊，已下令全国一律禁止使用现有的称呼等级。意思，新称新户型定下后，再立即按规制作。看来咱们俩也只是做了一件除旧的事情而已啊。卢大人的弦外之音是，既已除旧，须得布新。我的心事瞒不过你，可你的心事也瞒不过我。小叔子说，昨晚一整夜，你在后院的旗亭里，自己与自己下了一盘冷棋。是啊，其实这一整夜，我只不过走了3步棋而已。可是，我这3步棋，可步步应了个细名啊。是吗？说来听听。真的想听？想听。好，这第一步嘛，叫做卧薪尝胆。不明白。这第2步叫做铁打江山。也不明白。这第3步嘛，叫做赤脚大仙。你真以为我不明白啊？好啊，你这3本戏，何谓
本本精彩。这么说来，卢大人已经明白了。你是在告诉我，该如何纠改这3件可恶的收粮官契？请细说。其一，改造官秤，在秤杆上一旦之处戳凿一孔，将拖绳灌定其中，不可移动。如此一来，想在官秤上一多称少，便也枉然。官期行至，那悬陀岂不就如一枚悬胆了？那交粮卖粮的百姓自可身卧心席，眼观悬胆，心静如水，不必再惶惶然了。此种凿孔定等之法，就叫做卧薪尝胆。其二，重新打造收粮官壶，旧壶是木头打造，而新壶打造应该用的是铸铁，将铁壶代替木壶，可决任意改形、任意收放尺寸之弊端，这名也铁打江山。其三，凡是下乡征粮的官吏，一律不得穿官靴，必须光着脚。若是心黑，要踏壶临肩，那脚尖就是踢断了，也撼不了壶中之粮啊！此举赤脚大仙是也。稍补一句，这靴子可以不穿，可是这袜子还是可以穿的。想必卢大人给皇上写的奏章上，可以写上这3步棋的走法，不，3步戏名。连台好戏呀！皇上看了定会高兴。卢大人，此种战法一举取胜，造起以来闻所未闻呐。此局一不多赢，可入青石府。好戏，好戏呀！主子要看戏，奴才让人拿了戏谱。朕这会儿不就是在看戏谱吗？真是没想到，浙江巡抚卢卓还是个懂戏的行家。传江廷玉，朕要将此3折好戏的戏本子明发全国。李和，老爷，老爷，卢小姐和小叔子都不见了。这么说，又跑了。米少爷，你看什么呢？我看水里的影子。我知道，你不是在看水里的影子，你是在看水里的鱼。是啊，我是在看水里的鱼。小叔子，你说这水里的鱼儿要游到哪里去？你问问鱼儿不就知道了吗？他们又不会说话，我怎么问呀？不会说话的鱼儿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我会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啊？你把我跟长安小姐骗出来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啊？长安小姐，我们上当了。是吗？你要是觉得上当了，那你就跳下河游回米镇去啊！你知道我不会游水，你想淹死我，好让你一个人陪着米少爷，我偏不跳。哼！
老爷做噩梦了？不是噩梦，是好梦，好梦。我梦见圣旨到了。皇上怎么说？皇上说，金卓密入城，擢升仓场总督，替朕实心办理精通二仓要务，卿当免之。既然是这么好的事情，老爷怎么会出虚汗呢？我冒虚汗了吗？老爷莫要再瞒我了。您现在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圣上颁旨让您接替仓场总督之职。人人都盼着高升，我却怕着高升，这可能吗？老爷刚才没有梦见圣旨，而是梦见了一个人。谁？您自己。我自己？是的，您梦见了自己。在梦里，老爷看到自己身披铁锁，一头撞死在上马石上。你连老夫的梦都一目了然，那世上还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你呀？说实在话，自从苗宗书死了以后，老夫就天天梦见自己成了苗宗书。其实，你本可以不梦见他的。怎么？你连赶走噩梦的办法也有？只要老爷不再想着接圣旨的事儿，您就不会梦见苗宗书了。你是说不让老夫想着接任仓场总督？有一个字，不知老爷愿不愿听？哪个字？避。避？避什么？避乱州过桥之祸。乱州过桥？这么说，若是老夫不避，又有覆舟之虑。不瞒您说，昨晚上我也做了个梦。你梦见什么？火。火？刘大人，孙定山往京城密送巨银之事已经查明。自雍正3年起，孙某送金之银计187540两，收银者有2人，一位已死的苗中书，一位是在职之漕运总督潘世贵，2人收银相额如此。此案告破，投供者实乃是米汝城之公子米和，其立功详情，我已令旨宣陈。此信提及此事，意在遵循大清选贤之法，宝体白衣秀才米和以6品顶戴荣莘，被招等用。延青兄，若觉此举未有不妥，请代为将令记的确实考语向吏部普报。米和
是米汝成之子。庞管家，啊，老爷去了仓场，已是2天未归了，可有消息传来啊？我不知道柳姑娘担心的是什么。我担心老爷会出事啊。柳姑娘不是神算吗？这老爷出不出事，你会不知道。如今正是封仓验库的紧要关头，你不替老爷着想，反而用这种不阴不阳的话来抢白于我，你对得起老爷吗？老爷要是听了这番话，肯定会说他买了一个天下第一懂事的女子。庞管家，以您的学问，本可以做主子的，可是以你的品性，实在是一个卑躬屈膝的奴才。说得好啊，说得很好，这样咱俩不就结伴了吗？庞望，一有老爷的消息，马上告诉我。59间仓场全部盘清底粮，缺额是……别说了，所求之额如实写明，立即归之户部、督察院、刑部的官员，不得迟缓。这么多天，查出缺粮到底有多少？29万担。这么多！一个朝廷的一品大臣，一年的支俸也才90担，可这不知去向的29万担，足够一个一品大臣吃上那3400年了。通州的中西两仓还有250敖封着没动呢，一旦开仓，怕什么？通州两仓专储朝廷百官俸林米蛋，共计200万担，多年来一直封着没动。如果开仓盘验的话，缺额怕是更大。缺了好啊！结案之日，就是他苗宗书鞭尸之时。大人，您听说了吗？通州漕粮码头查出大事来了。漕粮码头自有刘统勋大人亲自去查。是。该谁的事儿，谁也跑不了。是。听说查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潘世贵大人放粮的亲笔手谕，是刘统勋大人查出来的。潘世贵的放粮手谕，真的查出来了？此事绝对可靠。据通州仓场衙门的序例交代，潘世贵放粮的正贡白粮是从江南运来的陈年仓米。其实这些事儿都是苗大人和潘大人背着您干的。
就是上头追查下来，也不干您米大人的事儿啊。可我也是拿着皇上俸禄的仓场侍郎，腰里也别着仓廪的大钥匙。大人，这满朝上下谁不知道啊？您是屋内的一盏孤灯，从不借光于屋外呀。潘世贵，哼，好啊，他把满朝的王公大臣都玩了。哼，该鞭尸的又多了一个潘某。皇上，人来了。皇上，刘统勋来了。延庆，你来了。浙江巡抚卢卓密奏潘世贵的会阴案，刑部查清了吗？启禀圣上，经微臣核查，从杭州孙敬山处密送到京的银两，都是经过苗宗书之手。现苗宗书已死，会银者孙敬山也已死，对证无人，潘大人自然不会认账。卢卓的密折中不是分明写着，会银之中有30%是送到了潘世贵手中吗？他有何证据？卢大人搜到了孙敬山的会银计策，上面写着潘世贵的收银之术。这会银册上的字是潘世贵亲笔？那倒不是。既然不是潘世贵亲笔写的收单，怎么就不可以断定是有人欲加害潘世贵呢？延庆啊，朕这么晚还传你来，是怕再出现冤案了。朕一想到屈死在大狱中的那个葛九松，心里就跟刀绞一样。朕坐在了龙椅之上，才明白，这做皇上的，若是有半点浮躁之气，那准坏事儿。皇帝的趁着还撅着呢，栽谁还难说。都台大人所言极是，坐凉厅的属员们都在议论，他米汝成吃了这么多年仓饭，难道他的牙缝里就不沾上几粒黄粮？现在说这些还顶个屁用啊！那苗大人不就是为了掰开米汝成的嘴巴子，瞧那个牙缝被咬住的不是？咱们现在呀，赶紧办了那个万全的法子，这样才能救咱们自己，同时也把那个米汝成那个老东西搁到棺材板底下去。今晚后半夜有大风，事不宜迟，速速派人在通州动手。有天风助我，此事必成。哎，你哪儿跑？西藏着火了！快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
没你们的事儿了，都各自歇着去吧。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米汝成是仓场侍郎，仓场之中发生再大的事，也由我一个人担着。天快亮了，你们回吧。米大人，米大人，不要再多说了，该有的事已经有了，该定什么罪过，我一个人扛着。你们呐，要是还能念着我米汝成平时的为人，那等我扛上枷锁的那一天，你们别指着脊梁骨骂我就行了。你们烧伤的疼处抹点酱油，这个土法子是我家乡人常用的，听说是挺灵的。米大人，通州西仓出了这么天大的灾情，下官们不要再说了。米大人，不管您出了多大的事儿，下官们一定会去看您的。你们现在就想着到牢里去看我，这是老夫宽释了许多。不过你们要记住，今后不管在谁的麾下当差，都需谨慎。要知道，仓里的粮食就是你们的命。这是老夫数十年的心得。回吧。告诉我，烧了几座仓坳？17座。知道了，你们走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是第一次见你流泪。砚台，我看得出，今晚上您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了。老爷，您的事就是我的事，难道老爷您就不能告诉我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让我帮忙为您做点什么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一定知道，这一次老爷真的是和你要分手了。通州西仓烧了17座仓坳，这可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弥天巨灾呀！你想想，我身为仓场侍郎，上面又没有顶头上司，在劫难逃啊！您可知这火是怎么烧起的？也许是天意吧。如果风再小点儿，也许就
烧不掉那么些。老爷，您不要为此事着急。从皇上处理苗中书的案子上看，皇上这一次也一定会明察秋毫的。没准儿这事儿于老爷没有一点干系。你不用宽慰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急。刚才你真看到火龙了？真的看到，一雄，一雌，一红，一紫。这层场起火前刮的那阵风，也真邪了门了，把我这帽子吹了10几丈远。听老人讲，那叫龙风。没准啊，这苍场的火种就是从龙口里掉出来的。你说，这么大个通州城，那2条火龙，它往哪儿搅着玩不好，偏偏跑到咱们这储皇粮的仓场上，这粮食都给它烧掉了。这龙牙、龙爪一磕一碰，洒下来的不都是火雨吗？通州西仓烧成这样，仓场侍郎米汝成的折子怎么到现在还没送来？启禀皇上，米汝成此时正与刘统勋在火场看明灾情，不时即可将奏折呈上。西仓起火之时，米汝成在哪儿？臣已查明，起火之时，米大人正在督盘北新仓的存粮。接到通州起火的急报后，米大人即刻赶往了火场。无奈火势已炽，17座仓坳尽毁火口。米大人当时见状，大呼一声惨也，昏厥过去。后经掐人中半个时辰，方才醒来。我看他是醒得太迟了。小的叩见2位大人。这么说，真是看见火龙了？小的真看到了。昨天晚上那火龙，一只雄的，一只雌的，缠在一起，就像油炸麻花。放肆！油炸麻花能烧了这么多仓坳吗？是小的看错了，是小的看错了。那火龙不像麻花，不像麻花，像，它就像油炸麻花。本官问你，昨晚上有几个人看见天上过了火龙了？昨天晚上看到过火龙的弟兄多了，寻常的弟兄们都看到了。传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快来，快来，弟兄们，快来！给2位大人请安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们都看见了什么？弟兄们听见有人喊天上过火龙了，就抬头看，看见火龙有好几丈长，身子又有这么粗，全身都是红的，那爪子也是红的，红的，红的。你们可是对刑部刘大人在说话？要是查无实据，你们应该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吃粮。去牢里吃粮，去牢里吃粮。知道就好，把你们所见到的，让书办替你们记录下来，即刻呈送刑部备查。是。刘大人，还有什么话要问吗？没了。
苍翁，你真相信苍丽和披甲的那些话吗？半信半疑。延青，你呢？这么说，你是不相信天上真的有龙了？不，我只是不信会吐火的龙。苍翁恢复歇息吧。延青，你为何不相信天上会有吐火的龙啊？我要是你，也是会信的。苍翁，我知道这场火灾不能怪你，可是也不能怪火龙。延青，延青，你我今日一别，恐怕是永绝了。此时你不该说这样的话，皇上还等着你的奏折呢。奏折？哦，快送我回府！起轿，回府。韩月，你来的正好。老爷，怎么是你？柳姑娘呢？柳姑娘到皮货行为老爷买护腰的皮子去了。哎，我要护腰的皮子干什么？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不知道，不过他走时留了一句话，让我转告老爷。快说。他说，让我务必告上老爷，在给皇上递呈的折子上，有4个字不可写。哪4个字？火龙烧苍。火龙烧苍。那柳姑娘，她没说为什么不能写这4个字吗？她说，老爷要是问起的时候，让我一定告诉你，这4个字其实不是字。不是字？不是字，是刀。是刀？这么说，老夫要是把这4个字写进奏折里，就等于往自己的脖子上架了一把刀。他还说，这把刀不但是架在老爷一个人的脖子上，而是架在密家老小的脖子上。柳姑娘还有话留下了。还说什么？她说，要是老爷手中的笔落了地，让我帮着，一定替您捡起来。他这是给老夫什么事情都算计到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替老夫把折子也写了？柳姑娘已经替老爷把折子的稿本写成了，请老爷过目。他还要替老夫做什么事？盼望你都说出来。没有了。
可是他柳寒月还是没有想到啊，如今老夫是缩头一刀，伸头也是一刀了。今天老夫就要听自己一回，让这把刀先架到老夫的脖子上，好吗？挽袖斩末。火龙烧仓，皆为巡仓兵卒所建。空中之龙，天骄而行，头角林踪，分明必见。此正应验下一句经验：2月2，龙抬头。好一条抬头之龙！不行耕耘播雨之善，反行喷火吐焰之恶。烧我国仓，毁我国粮，龙德安在？糜汝成身负护守仓场中职，遇此龙而不擒，见行恶而聚众，官德何存？既然为官无德，留官且有何用？官德何在？既然留官无德，留官有何用？打下他的顶戴瓜翎！这4个字，果然不是字，是刀啊！